他动了动手指，然后活动了一下手腕和脚腕，然后就慢慢的从这个冰冷的冰床上面下来。他看着这个全是冰块做的床，心里有些疑惑。不过现在更让他疑惑的是，他是怎么醒过来的？他不是死了吗？现在还是出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再说。再加上这个寒冬是真的冷，魏无羡这一会打了好几个哆嗦了。他现在身体虚弱，整个人都发着一股病态的苍白，整个人的气色确实是不太好。他扶着石壁慢慢的走出了这个寒洞。魏无羡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再加上魏无羡本来就不记得路，就一直凭着感觉往前走。走到一半他有些反应过来了，这好像是云深不知处的后山。他怎么到云深不知处后山了？不对，他怎么到云深不知处了？难道是蓝湛把他带回来的吗？蓝湛不会就这样傻傻的等了自己13吧？想到这里，魏无羡的心口又是密密麻麻的疼，有心疼又愧疚，气着自己就笑出来。他轻轻说了一句：“真是个大傻子，在云深不知处就在云深不知处吧，还有可能看见自己的孩子呢。”他走到一半，就感觉到前面有一股邪祟的气息。他可是夷陵老祖啊，要论这邪祟的气息，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。他顺着这个气息一直慢慢的往前走，一抬头就看见那一个邪祟对着一个小孩张开了血盆大口，而且奇怪的是那个小孩根本就没有动，脸上也没有带着丝毫的慌张，就站在那里，整个人好像愣了一样。小孩很冷静，面对这个邪祟的时候也没有见慌张，也没有害怕，这让魏无羡心里有些赞许。魏无羡就准备靠在树边看一看这些小孩们怎么应付这些邪祟。结果那个小孩一抬眼睛，一双浅色的眼睛瞬间映入魏无羡的眼帘。魏无羡一看，整个人都睁大了眼睛，呼吸都停了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手里的符箓已经带着自己的灵气甩了出去。他身上为什么会带着符箓，魏无羡已经不想知道了。他只知道那个小孩的眼睛，13年前他的孩子还是个小婴儿，但是魏无羡唯一记得清楚就是他那一双和蓝湛一模一样的眼睛。魏无羡简直都不敢想象，如果自己刚那一张符箓甩得晚一些的话，他的孩子会发生什么意外。他靠在树边，冷汗顺着自己的额头流到了脸颊，他的目光几乎是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的孩子。他的孩子长得很俊俏，一身白色的衣服，腰间配着一把剑，额头上还系着一条墨额，怀里面还抱着一个篮子。看着自己孩子那个样子，好像是吓住了。魏无羡看着眼睛就湿了，轻轻地吸了吸鼻子。他现在不敢上前，他13年都没有看见的孩子，怕孩子对自己有怨恨，心里总是愧疚的，他错过了他的成长。这一群小少年们，如果单单只是对付这些个邪祟的话，是绰绰有余的。但是魏无羡已经发现了，这些小少年不但要对付这些邪祟，还要担心这些邪祟会不会伤到那个小孩子。看来他的孩子和这些师兄弟们处的关系很好。出于感谢，魏无羡就稍稍的帮了一下这群小少年们。等这些小少年成功的把邪祟给收了之后，魏无羡就想悄悄的离开。孩子被蓝湛养得很好，这就足够了。他刚刚转身，忽然身后就传来了一道不可置信的声音：“爹爹！”魏无羡脚步一下子就顿住了，后背都僵了。身后传来的东西掉落的声音，他听到那个小孩又喊了一声：“爹爹！”魏无羡回过头，就看着他的小孩站在他身后，眼巴巴地看着他，一双大眼睛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带满了泪花。原本抱在怀里的那个篮子已经掉在了地上，里面的青草洒了一地。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，这个小孩子就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面，怀里忽然冲进来一个人。魏无羡都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蓝幽简直是要惊喜坏了，自己抱着的是爹爹，他爹爹醒了，刚刚肯定是他爹爹救的他，是有温度的，不再是冷冰冰的，是有温度的，是温热的，他爹爹终于醒了。蓝幽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哽咽，握着魏无羡有温度的手，眼泪终于没忍住，顺着脸颊就往下流。魏无羡有些慌了，说道：“你别哭啊。”说着就用手去给阿离擦眼泪。蓝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触感，又是哭又是笑，喊道：“爹爹，我叫蓝幽字归离。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很乖，你父亲把你教得很好。”蓝幽点了点头，又抱着魏无羡不撒手，说道：“
有温度了，有温度了，不再是冷冰冰的了。爹爹陪阿离和父亲过年了。魏无羡眼里满是心疼，再加上心里又愧疚。蓝苑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朝着魏无羡行了一个礼，就带着他的师兄弟们回去了。魏无羡抱着自己的孩子，转眼就长这么大了。这时，蓝忘机从后山来找阿离，看着那一抹黑色熟悉的身影，脚步顿了一下，眼里没有丝毫的情绪，喊了一声阿离。蓝幽听到了蓝忘机的喊声，从魏无羡怀里抬起头，高兴地应了一声父亲。爹爹醒了。魏无羡一听到蓝忘机的声音就转过了头，蓝湛比之前更成熟稳重了，眼里带着浅浅的笑。蓝忘机走过去，看着自己日思夜想的人，他伸出手，指尖都在打颤，想摸一摸魏无羡，声音发哑，魏婴。魏无羡还没说，蓝忘机就把指尖收回去了，神色有些低落。是梦吗？他最近老是恍惚，但是一醒过来就是一场梦。他的魏婴依然没有醒，总是做一些美好的梦，醒来的时候却痛彻心扉。魏无羡心疼，他脸上还带着苍白，却主动上前把钱元的手握在了自己的手上。坤泽的手不是很热，但是也不是冷冰冰的了。他说，不是梦，二哥哥，你看看我。次日清晨，蓝忘机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，眼睛忽然迷茫了一下，忽然感觉自己怀里的人动了动。等他看见在他怀里正安静熟睡的魏无羡时，一颗心才落下。魏无羡没醒的时候，他心里觉得魏婴怎么还不醒，睡的时间那么长。等魏无羡醒的时候，蓝忘机心里又有些患得患失，他现在都不敢相信他的魏婴真的醒来了。魏无羡整个人都蜷缩在他怀里，身上发着淡淡的莲香，虽然清淡，但是却格外的好闻。这是魏无羡的馨香。坤泽的馨香甜美又勾人，清晨的钱元最容易被坤泽的馨香所影响。蓝忘机忍下心里的躁动，轻轻地亲了亲魏无羡的额头，然后起身准备更衣。但是他刚一起身，魏无羡就好像感觉到了冷，抱着蓝忘机腰的手默默地收紧了一些。蓝忘机也不敢使劲，生怕把魏无羡弄醒了。没有办法，蓝忘机只能再躺下。魏无羡又往蓝忘机的怀里缩了缩，十分的依赖。熟睡中的坤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馨香，蓝忘机觉得空中的那一股莲花香愈来愈浓郁，然后怀里的坤泽丝毫没有感觉到。蓝忘机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轻轻地掰开魏无羡的手，悄悄地下床。